朋友们，我们大部分的重病和慢性病呢，其实都是来源于情绪。而当我们意识到情绪的时候，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我们之前呢谈到过很多有关情绪和思维的内容，在这里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以加深我们的认识。首先，情绪是头脑思维的反应，也就是反映你当时的状态。你的想法可以造成身体的情绪反应，比如过度焦虑引起的一些情绪，就像一种疾病的症状一样，难缠到几乎挥之不去。还有那些特定的情绪，比如紧张、恐惧、愤怒、悲伤、内疚等等，这些情绪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们这个肉身的运作。如果你没觉察到它们的本质，它们就会一直在你身体里。除了比较强烈的负面情绪，还有那些比较轻微的情绪，你也需要留意。比如自己的一个想法，别人一个小小的举动，或者是一个声音，都可能引起你的情绪波动。它们可能不是很起眼，可能只会存在几秒钟。这类情绪通常比较容易被忽略，虽然可能影响不到你什么，但它却关系到你意识的临在程度。如果小事情都会引发你的情绪，那么当你遇到大的挑战时，你就更加容易失控了。通常当情绪来临的时候，你会无意识地随着这些情绪反应，或者会下意识地排斥它们，把它们压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想逃避它们带来的感觉。想逃避情绪当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于身体里面的。你只有在不给它们补充新能量的情况下，看着它们原有的能量消耗殆尽，也就是带着有意识的觉知察觉它们，不思考更多想法去支持它们，看清自己头脑里的思绪来来去去，对你看见的所有的情绪都不加评判，以一种放松而专注的心态去观察它们，就像是跳出自己的身体来看自己，或者说是做自己头脑的侦探。这种自我观察能给你提供先退一步的潜力，让你获得看待事物不同的角度。通过观，你才有可能看到事物表象之下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为何那些高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而不着相的根本原因。他们永远都不会踩坑，也永远都不会失控，也不会情绪化，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如是观的能力，而你没有。你往往都是做了自动化反应，立刻去认同，并且成为了那个情绪和习惯，而你却不自知。当你处在这种觉察的状态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大脑思考的频繁性。很多时候，这些思考可能还会非常的活跃，使你感觉无法控制。你也很难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这时候不要因此乱了阵脚，不要想着去控制想法，你是无法控制想法的。可以稍微去觉察一下这些想法的起因，但不要过多的分析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在加强你的自我感。不要认同这些想法就是你，去留意在背景下的那个觉知，也就是那个意识的临在，看是否能察觉到思考在那里，而我在这里的感觉。可以做一次有意识的呼吸，或者感觉一下身体来帮助你临在当下。我执思维是非常顽固的，你越是接近临在，它可能就会越活跃，因为它感觉到了威胁，需要自我防卫来保护自己不被抛弃。这种活跃的我执思维是你需要留意的，不管他们是多么的有道理，不要和他们认同。当你坚持不断地在生活中练习，持之以恒地下功夫，那么一定会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可以很淡定地对着你大脑中的各种声音微笑，就像是你冲着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微笑一样。你从此不再认同于他，不再被他所控制，你并不会再和以前一样。
严肃而又认真地去对待你思维的那些翻来覆去的内容，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已经足够的强大，并且提起了觉知，你再也不会依赖于你的头脑了，你再也不是习惯的木偶了。恭喜你，这就是你灵魂觉醒的开始。当然，虽然你已经觉醒了，但是总不可能丢掉大脑，在生活中还是需要运用到大脑和思维，但是这个时候你运用它的方式呢，就会更集中、更有效率。比如你会更多的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只会在为了达成实际的、具体而又明确的目的上去运用思维，你只是在具体的事情上才会去运用大脑，进行具体执行步骤的思考。这就是正确用大脑的一个心法，而不是在没事的时候让它空转，让它不停地牵着你胡思乱想，把你拽离此刻当下。你会有能力随时从自己不自主的内心戏当中解放出来，让自己继续享有那份内在的宁静。当你需要利用思维的时候，尤其当你需要一个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会在思考和临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呢，自由地切换。注意，临在的状态是有自由意志，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思维活动。而被迫性思考的状态呢，正相反，是没有自由意志，只有头脑的思维。好，记住了，只有在我们处于临在状态，或者叫做无念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接收到高维的灵感和智慧，进行真正的创造性的思考。事实上，有很多伟大的突破、发明和创造的灵感来源，都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产生的。那些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不管他们自己知不知道，但是呢，他们也都是在这种内在宁静的心流状态下进行创作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呢，他并不具备创造性。这并不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使用头脑和思维，而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停止思维。他们引以为豪的自认为充满了各种认知和知识的这个大脑，其实反而成了他们突破和提升的最大的障碍。而真正的实修，一定会引领我们把头脑的思维放在自由意志的监控和关照之下，让他们彼此呢紧密地联系起来。记住，一旦当你的思维与你的自由意志切断联系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肉身就会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它会立刻被头脑所控制，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或者一株没有了水分来源的植物，要么快速的枯竭，要么就变得病态，变得疯狂，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只有当头脑的思维提起了觉知，和自由意志连接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工具。头脑本来就是无数个小我的根据地，或者干脆说是老巢。这些驱动着肉人的一个个的社会习惯、思维，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其实就是一堆的执念和标准。而任何不符合这些执念和标准的事情和人，都会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就是情绪最终让我们彻底失控，是情绪勾住了我们，然后驱动我们开始疯狂的造作和造业，开始向这个世界投射出各种负面的能量纠缠。比如，每当别人否定你的看法、观点或者行为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受伤，然后很难受，甚至会愤怒呢？很简单，因为你认为你的那个看法、观点和行为就是你本身，所以你觉得别人否定了你，于是你接受不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别人赞同或者否定的那些，其实只是你的习惯、你的标准、你的我执、你的认知，仅此而已。我们之前说过，小我主要以认同和分离为生，它需要维护和树立对立来显示自己的地位。所以，只要你的想法是用来维护和树立对立为目的的，
那它们就是小我的想法。不管这种想法有多正确，可能也确实是正确的，而且是实打实的真理，但只要你是用来维护你的立场的，那它就被小我利用了。这时候它就变成了小我的想法。有时候你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这种想法里面，因为你确实是对的，在这一瞬间你与小我认同了。事实上，当你要维护我是对的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十分值得怀疑了，因为真理是不需要维护的，维护真理等于是在做无用功。如果你十分清楚你是对的，你就没有维护它的必要了，除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去维护，包括在头脑思维中维护。时刻记住，那个真正的你，你的自由意志，你的灵魂，本就是完整独立的，本自具足的，它并不会因为别人的赞美和否定而改变一丝，它不增不减，就在那里。因此，不要在别人的赞美中迷失自己，而后狂妄地忘乎所以；也不要在别人的诋毁和否定当中自我沉沦、自卑、痛苦和沮丧。你要意识到，被赞美或者被否定的那个并不是你，只是你的标准、你的习惯。这样呢，你立刻就不会再有什么骄傲、自满、自大、狂妄、沮丧、失落、愤怒等等的情绪升起了，这样就不会被外界轻易地调动起你的情绪，然后驱动你的言行。这样的你呢，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很少见到他们有情绪化的时候了吧？他们一直都很淡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你得先遇见那个更深的自我，让更高维度的自由意志先升起来，那你才有这个能力，才能达到这个层次。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